从来只甩女生的顽主，竟然也被女生甩了。钟跃明进部队后，连着给女友写了10几封信，却一封回信都没收到，这让他倍感打击。于是拜托陕北的兄弟专程去问问原因。为什么不给钟跃明回信？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了，他给我寄了3封信，就是让我来问问你。可秦岭只有一句话，没什么原因，就是不想回信，这可把郑彤气坏了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大老远跑来，耽误1天的工分，你给我甩了这么一句话，我怎么跟钟跃明交代啊？郑彤憋了一肚子气，可接下来秦岭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一物降一物。你告诉他，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让他忘了我吧。再说了，我对他也没有任何承诺呀。郑彤愣住了，这套说辞不就是钟跃明应付前女友周小白那套吗？好，我这就给他回信啊，让他甭自作多情了。什么事儿啊，整个一剃头挑子。早知如此啊，我就不跑这么远了。我郑彤，吃了饭就走吧。不吃。可能是觉得对不起郑彤跑这么老远，秦岭最终还是说了句抱歉。这下郑彤愣住了。就这话呀？还有吗？我承认我喜欢他，可是我们2个人不会有结果的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谁也帮不了谁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。这不妥妥的一个女版钟跃明啊！郑彤算是彻底见识到了这些极致理智的人的想法。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，这种差别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。别说了，郑彤，你走吧。郑彤被说懵了，跑了2、3个小时就得了这么个结论，气得他头也不回的往回走。跃民呐，报应啊！自从钟跃明走后，石川村知青点这边就变得不再那么热闹。郑彤变成了一个书呆子，整天只会看书。可这竟让蒋碧云对他有所改观，正好现在有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，蒋碧云就鼓励郑彤去。可郑彤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，那些位置都是给有关系的人准备的，只要谁的父亲平反了，甭管那娃自身条件如何，都能上大学。而他们这些没关系的，哪怕学富五车，都毫无用武之地。我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的办法，全世界啊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。可蒋碧云不愿看郑彤这么消沉下去，于是鼓励道他们可以一起搭伴学习。这郑彤又开始不老实了。不好，我不和你一块搭伙学习。为什么？怕受诱惑呗。你想啊，你老在我眼前晃悠来晃悠去，我难免心猿意马啊。回头了，学习没学好，我再找我犯错误。郑彤还真是凭实力单身，可他也发觉出来了，蒋碧云对自己好了很多，于是胆子也大了起来。正说着，他趁对方不注意，忽然拉过女娃的手，嘬了一口，这把蒋碧云吓了一跳。现在哥儿几个的生活都算是有了奔头，可就在1969年年初，中苏边境战争在东北的珍宝岛地区爆发。那是一个面积仅为0.74平方公里的小岛，由于我国与苏联军队装备悬殊过大，于是我们打算采取坑道战术，全国几乎60%的部队都成了工程兵，援军也在其内。可就是这天炸坑道的时候出事儿了，这个咱们下次再说。